苏30，一款靠出口才得以研发的战机，经过多年发展，出现了多种改进型号，并在2004年与 F-15战机和2015年与台风战机的演习对抗中，打出了9:1和12:0的杀伤比。然而，非常尴尬的是，尽管苏30在演习中大杀四方，但现实里它不仅没有击落敌机的记录，反而在2008年之后出现了一年摔一架的惨状。问题来了，为什么苏30频频坠机，俄军又为什么会寄希望于苏30，用它来备战 F-16？自2002年苏30 MKI 交付成军以来，他就多次参加双边或多边军事演习，而单价超过5000万美元的苏30战机也没有让外界失望。在演习中，苏30 MKI 多次与 F-15、台风等欧美主力战机交手，表现不落下风，更是打出9:1、12:0的好成绩。但事实真是如此吗？苏27被认为是冷战时期世界性能最强战斗机之一，在此基础上改进的苏30，重点突出了对地攻击能力，加上受 F-15E 在海湾战争中优异表现影响，使苏30成为了各国空军的座上宾，也由此衍生出了多种改进型号。其通常可分为4大系列，即第一种是俄空军最早使用的苏30基本型，第二种是各国空军大量装备的苏30 MK 型，第三种是印度和马来西亚使用的苏30 MKI 和苏30 MKM 型，第四种则是俄空军最新装备的苏30 SM 终极大改型。以苏30 MK 为例，其基本结构与苏27UB 相同，采用双垂直尾翼、后掠上单翼、3翼面布局，收放压翼位于 L12X。在动力上，苏30 MK 型第一批生产型装配的是 AL31F 加力涡扇发动机，由乌法发动机股份公司生产，之后则换装 AF31FP 矢量推力发动机。两款发动机性能差不多，但后者却是转向喷口，其可利用喷口插动偏转来提高战机在最小速度飞行时运动的稳定性。在机载武器上，一共有12个外挂架，翼下8个，机身下4个，载弹量高达8吨，可根据不同作战任务把各种制导和非制导武器进行不同的组合携带。如高空作战时，可携带8枚无线电半主动制导的 P-27P1 中距导弹，2枚带热导引头的 P-27T 或6枚带主动雷达制导的 R-77。近距空战时，则携带6枚带热导引头的 R-73导弹。执行突击或轰炸任务时，还可携带 X-29T 电势制导导弹和 KAB-500 制导炸弹，以及战术巡航导弹，以摧毁地面和海上小型目标。总之，苏30系列战机凭借种种优异性能，成为上世纪90年代末国际军工市场上最畅销的俄制战斗机。到了如今，它在世界范围内的部署数量也比任何其他苏27的改进型号都要多，并且至今仍在为俄罗斯国内和出口生产。而苏30之所以能顺利研制，离不开印度抱金币。在1996年9月英国范保罗航展上，俄罗斯苏霍伊设计局利用一架苏37技术验证机表演了一套弗洛洛夫9中动作，而一向喜欢杂技的印度空军被成功吸引。展会结束，印度立刻派高级团访问俄罗斯，最终于同年11月，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双方约定以苏30原型机为基础，搭载苏37上的无源相控制雷达、矢量喷管等先进技术，研制一款新式多用途战机，也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苏30 MKI。苏30 MKI 是苏霍伊公司按照印度要求和情况量身定制的战机，其采用了许多苏 37S 上的先进技术，如搭载的 AL31FP 推力矢量发动机，发动机的喷口可以向上向下15度的方向调整，加之苏30 MKI 亦采用了压抑的设计，使其能够轻易做出许多高难度动作，曾被德国工业调查杂志评为世界最好的战斗轰炸机。同时，苏30 MKI 还是苏30系列生产数量最多的型号，印度也是迄今为止苏30最大的使用国，其装备的苏30数量甚至比俄罗斯本身还多得多，预计会有272架苏30 MKI 服役。
只不过，随着印度开始在国内生产线组装战机，并且在战机上集成了来自6个国家14家公司制造的子系统和单元，导致苏30 MKI 的价格猛涨。到了2020年，印度本土制造的苏30 MKI 成本几乎是更新、性能更强的苏30 SM 的2倍。而之所以能打出9:1、12:0好成绩，也另有隐情。如在2004年印度对抗演习中，印度空军与美国空军对招，苏30 MKI 虽与 F-15打了个9:1，但据悉当时的演习条件明显有利于印度空军，即 F-15不允许使用主动相空阵雷达，也不使用 AM-120这等远程空导弹和超视距攻击能力，只能与其进行近距离狗斗。又或是在2008年印度空军远赴拉斯维加斯参加的红旗军演，按照印度媒体的说法，在仍然不使用无源相空阵雷达的情况下，苏30 MKI 在红旗军演中大放异彩，让美国人大开眼界。不过事后有一名美国空军飞行员发视频批评印度的苏30 MKI 战机存在发动机的维护性差，别国空军战机只需30秒便能2次起飞，而印度的苏30 MKI 却需要60秒，且敌我识别系统有问题，容易误伤友军。此外，该美军飞行员还表示，印度空军不愿意和美国空军进行1对1的空中格斗，其意思就是 F-15飞行员要想击败苏30其实完全不是问题。至于与台风战机的12:0，也是占了近距离格斗的光。从战机性能上看，这无疑是俄制顶级战机与欧洲最先进战机的对决。苏30 MKI 之所以能在格斗空战中大败台风，这主要得益于推力矢量发动机和先进的光电探测系统，前后拥有轴对称旋转喷管，能保证飞机始终保持超机动飞行状态，并且在机动状态下进入高达70度的大迎角攻击位置。该项指标远超台风，后者让苏30 MKI 在不打开雷达探测的情况下，能提前发现敌机。不过到了大编队对抗项目上，苏30机群的优势就没那么明显了。据当时带队参演的印度空军军官斯里瓦斯塔夫表示，印军战机飞行员之间只能用无线电通讯，而英军飞行员则能通过16号数据链实现战术信息共享，这使后者获得外部信息支援，从而有效掌握战场态势。特别是在超视距空战方面，台风战机能在40公里外发起攻击，同时在35公里外组织规避防御，反应能力迅速，这是苏30 MKI 无法比的。至于苏30 MKI 为何会在2008年之后频繁坠机，更是达到了每年1架的地步。其一是受俄乌战争影响，如今俄乌战场激战正酣，俄军自身装备的苏30 SM 本就是苏30 MKI 的改进型号，其旺盛的消耗与需求，使得俄方已经很难考虑印度空军需求，并且受欧美经济制裁干扰，俄方船只出海贸易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使得印度苏30 MKI 的维护，尤其是中修和大奥修，面临着肉眼可见的困难。近期莫迪出访俄罗斯，说不定就是想要解决此事。毕竟再这么下去，印度空军的苏30 MKI 别说升级了，就连妥善率偏低问题都无法解决，其机群的实际战斗力将持续下滑。其二是在2008年之后，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开始负责对苏30 MKI 进行中期维护。由于其搭载的无源相空阵雷达和矢量喷口等装置技术过于复杂，印度空军虽然从2002年开始就收到了苏30 MKI， 但直到2006年之后，苏30 MKI 才真正成熟。在此期间，苏30 MKI 虽然与早期过渡的苏30 K 一样，出现了发动机裂纹等问题，但并没有真正出现坠毁记录。仅有的一架坠毁事故，还是俄罗斯制造的第1架苏30 MKI 原型机，在一次航展上不幸坠毁，与印度并无直接关系。然而，随着2008年之后，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开始在俄罗斯的支援下对苏30 MKI 进行中期维护，事情开始走向别的方向。仅仅在2009年，就先后有2架苏30 MKI 坠毁。在此之后，印度的苏30 MKI 几乎保持着每年1架的速度不断失事，截止2023年底，共折损了11架苏30 MKI， 而且大部分都是因机载系统故障导致。你要说印度空军的米格21、米格29K 坠毁率很高，火力军还可以理解，毕竟前者在印度的服役年限实在是太长，零件老化严重，机体寿命严重不足。
坠毁率偏高也正常，后者则是一款舰载机，受制于特殊的作战和训练方式，坠毁率高一点也在接受范围内。但苏 30MKI 作为印度空军主力，正处于运转良好的阶段，并且本身还是一款双发重型战斗机，可靠性和技术成熟要比米格21、米格29K 高出一大截。在这种情况下，印度空军还能达到超过4%的坠毁率，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而且，印度空军为了降低战机的坠毁率，也是尽心尽力。建了8所针对不同型号的培训学校，以培训不同战机使用、维护的飞行员和其他地勤人员。可见苏 30MKI 的坠毁，怪不得俄罗斯和印度飞行员身上。那么，只有印度斯坦航空公司这个负责印度空军主要的战斗机维护和大修厂家了，是其不严谨的作风，才使苏 30MKI 频繁坠毁的元凶。有网友向火力军提问，若是 F-16真的参战，是否会出现损失？根据目前的情况看，火力军认为至少是在乌空军苏式战机全部退役前， F-16出现损失的概率会比较小。因为按照此前披露的信息显示，乌空军使用 F-16主要是执行防空任务和对地攻击任务。注意，这里说的是防空任务，是指拦截俄军的亚音速巡航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对地攻击任务则是发射远程导弹。因此 F-16的生存率极大。当然，若是在前线与俄空天军争夺制空权，或者携带 JDAM-1R 在执行对地攻击任务的话， F-16还是有被击落的风险的。其一是因为俄军的 S-300、S-400 防空系统和苏35战机虽然在战场上不断损失，尤其是5月后，乌军颠覆用 ATACMS 导弹无人机袭击俄军防空阵地和机场，为 F-16入场做足了准备。但 S-400和苏35也不是泥捏的，也曾击落乌军的苏27等战机，迫使乌军只能在低空和超低空活动，极大增加了被 F-16击落概率。第二，则是据苏30总设计师奥列格·潘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军将对苏30 SM-2 战机进行重大改良，以应对即将入场的乌军 F-16。据悉，苏30 SM-2 是苏30系列目前最先进的型号，也可能是苏30系列最后的改进型号。据潘科夫介绍，苏30 SM-2 与苏30 SM 的最大差异，就是由俄罗斯国产零件取代原先的进口零件。装备了雪豹 E 被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和 AL41F1S 发动机，前者使苏30 SM-2 战机能够探测到350到400公里外，雷达反射面积为3平方米的目标，而针对雷达反射面积 0.01 平方米的隐身目标，其探测距离为90公里。后者 AL41 发动机不仅降低了维护要求，还比老款的 AL31 推力高出 15% 以上，且燃油效率更高，使用寿命更长。苏30 SM-2 还采用了为苏57开发的综合多通道通信、数据交换、导航和识别系统，使其拥有了更为强大的网络中心战能力。在武器方面，苏30 SM-2 可携带多种高精度武器，除了大规模列装的 R771、KH59MK2 外，前段时间还有视频爆出，俄军的苏30 SM-2 战机已经开始挂载 R37M 远程空导弹了。要知道，此前只有苏 35S 和米格 31BM 才能携带这2种高性能导弹的能力，这样的挂载使苏30 SM-2 能够发挥更加多样化的战场作用。R37M 导弹由俄军之前主力导弹 R33阿莫斯改进而成，是目前世界上速度最快且射程最远的空导弹，最大飞行速度达到了6马赫，最大射程达到了惊人的400公里，理论上可以实现对空中任何飞行目标进行拦截，加上高达60公斤的高爆碎片弹头，足以对轰炸机、预警机等目标进行毁灭性的打击。因此 R37M 空导弹还有着预警机杀手之称。据可靠消息，能与之相媲美的仅有美国的 AIM-47 猎鹰和 AAM-N10 鹰空射导弹，它们的飞行航程可达200公里，但遗憾的是，这2款导弹从未被美国空军正式列装。此次俄军让苏30 SM-2 搭载 R37M 导弹，不仅是在对外彰显武力，更是对外部潜在威胁的一种明确回应。此外，俄罗斯国防工业专家指出，苏30 SM-2 的设计吸收了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行动中的经验教训。他表示，该机型旨在将苏30与苏35系列合并，减少后勤和维护需求。目前有一架苏30 SM-2 正在使用新设备进行测试。之后，俄罗斯军方计划到2027年将大约110架现有的苏30 SM 战机升级到 SM-2 标准。
使该战斗机成为现代战争中的强大对手。如今，俄空天军正凭借着对 F-16的理解，针对其弱点制定相应的战术，而 F-16的参战将显著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有效遏制俄军战机在70公里外发射的导弹袭击。在前线也能与俄军争夺黑海领空的争夺权，甚至有足够多的 F-16，那乌海将能够100%的保护黑海西北部地区的关键走廊。究竟效果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至于 F-16是否会被击落，我们仍也要摆平心态。苏军连苏35、苏57、AA50都能损失，F-16被击落又能如何呢？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无法被击落的战斗机，就像不存在无法被击毁的坦克，不存在无法被击沉的战舰一样。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俄军用苏30 SM2对抗 F-16有什么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